这是一门即将消失的硬核老手艺。80多岁的老师傅冒着烫伤自己也烫伤顾客的风险，将一把烧红的火钳不停地在顾客头上翻滚，缕缕白烟夹杂着烧猪毛的味道扑鼻而来。老师傅来回忙活30多分钟，却只收了4块钱。这就是上世纪最流行的烫发手艺——火钳烫发，又叫打火夹。和动不动就让你办卡的理发店不同，虽然看着挺危险，但仅需4块钱的价格，托尼老师傅就能给你烫出各种潮流发型。这种烫头方法不需要任何的化学药水，既对人体无害，头发一旦烫好，还可以维持3个月，风吹不散，秒杀高档洗剪吹。但如今伴随着各种烫发技术的兴起，这门手艺却快要消失。在四川省金门镇，83岁的王维美已经坚守火钳烫发50多年。曾经5分钱一次的烫发，这么多年也才涨到4块钱一次。火钳烫发只需要一把剪子、一把梳子和一把名叫打火夹的铁钳。每当有顾客想要烫发时，王师傅就会将打火夹放进炉子里，烧红，将其取出后，然后把夹子的一头放入水中降温冷却，随后一手拿着火钳，一手拿着梳子，熟练地在客人头发上来回翻动。火钳烫发这门手艺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操作起来不仅需要娴熟的技术，还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火钳的温度极高，和头发接触时的动作要快，如果动作慢了，就会将客人的头发烧断；动作太快，又会导致烫不出合适的发卷，所以这十分考验老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握。随着王师傅的动作，客人的头发上不时冒出缕缕白烟，并伴随着一股焦糊味。烫完后洗头吹干定型，便大功告成。洗剪吹烫才收4块钱，既方便又实惠。来找王师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周边的老头老太太，对于他们来说，王师傅精湛的手艺和低廉的价格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现如今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会做打火夹的老铁匠更是不好找。王师傅现在只剩下3个打火夹，用坏就没有了。王师傅也上了年纪，不知道还能再干几年。这项手艺无人传承，将来注定会消失，真的就是看一眼少一眼。最后，你们敢不敢尝试这种烫发呢？什么人做的鸟笼竟然要卖200万？眼前这个镶嵌着金丝的笼子，就是非遗传承人张大兴做的川派鸟笼。在某宝上花200块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凭什么要200万呢？这都要归功于他发明的嵌丝工艺。用其制作出来的鸟笼精美绝伦，细看之下，就连面条粗细的笼丝也是由8层不同的材料镶嵌进去的。而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对于材料的选择尤为重要。张大兴选用3到5年的斑竹或楠竹，将其阴干2年半以后，用刀将竹子的皮刮去，检查竹子的内部有没有虫蛀和斑点。这块4厘米宽的竹子就是制作鸟笼大圈的材料。接下来用明火对其加热，等竹子变软之后，张大兴徒手把它掰成圆形。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机器测量，全凭手艺人的经验与感觉。接着用锯子将大圈多余的部分锯开一道斜口，连接时不仅能增大接触面积，还可以防止后期开裂。为了让接口更加紧密，张大兴又在竹子上打孔，并插入销钉，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这种互嵌式的双接口就是川派鸟笼特有的做法。完成这一步，接下来就可以制作笼丝了。每一根笼丝都必须手工制作，然而笼丝的直径只有2毫米，如何让几十根笼丝的弯曲度保持一致，在烤丝时十分考验手艺人对火候的掌握。然而这对于张大兴来说并不是最难的。接下来他将竹片分割成条，然后用小刀把竹条的带青部分与竹身分离，接着再把带青竹条慢慢刮成比纸还薄的长条。整个过程他必须小心翼翼，屏住呼吸，最后把比纸还薄的青条一点一点镶嵌到笼丝上。这就是他自创的嵌丝工艺。他曾叫价200万的鸟笼华兴 A88 就是使用了嵌丝工艺，只不过把竹青换成了金丝。接下来将制作好的大圈进行打孔，每个孔的间隔误差不能超过 0.3毫米，从顶心开始自上而下，一孔一丝。穿孔时的手法要柔中带刚，善用巧劲。装上笼门，然后装上笼爪和底座，这样一只精美无比的川派鸟笼就制作完成了。因为没有使用100年老竹，也没有用金丝镶嵌，无法像华兴 A88 一样标价200万，所以这个鸟笼张大兴打算卖2万元，你们觉得值吗？358团楚云飞一句山西菜不入流，算是把山西人钉在了中国美食的耻辱柱上。每一次聊到8大菜系，山西网友就急得直拍大腿，试图向全国人民证明自己，但一波操作猛如虎，端上来的却是一排面。
刀削面、剔筋儿、油面靠姥姥、不烂子，10道菜里9道是纯碳水，唯一1道带肉的过油肉还得就着俩花卷吃。别的菜系是在做菜，山西菜这简直是在搞碳排放交易。这也难怪外地人吐槽，跟山西菜比起来，麦当劳都算得上是清淡的减脂餐。难道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原腹地，山西菜真的这么寒碜，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吗？大家好，我是不聊情怀，只聊底层逻辑的微观科普。今天我们吃山西菜，让我们扒开碳水的外衣，看看山西菜在这几百年里到底经历了一场怎样惨烈的版本大削弱。首先，山西菜之所以碳水超标，真不是因为山西人上辈子是面粉转世，而是因为老天爷给他们发了一个地狱级的开局副本。打开地图，你就会发现，山西被太行山和吕梁山死死夹在中间，全省80%以上都是山地和丘陵。更要命的是，它正好卡在400毫米降水量这条生死线上。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农业种植里的敏感肌，10年久旱，水产没有，娇贵的绿叶菜种不活。肉食荒漠加上蔬菜刺客，为了活下去，山西先民只能把天赋点全加在了耐旱杂粮上。既然食材的广度被锁死了，那就只能在面粉的物理形态上疯狂内卷，搓、剥、剔、擦、压、揪。山西人硬是用一把面粉搞出了一套碳水赛博朋克。这不是什么对美食的执念，这是人类在极端匮乏的地理环境下欺骗大脑的生存智慧。听到这里，你肯定会说，破案了，就是因为穷，所以上不得台面嘛。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山西菜曾经不仅上得去台面，而且是中餐里最早的 VIP 氪金玩家。明清时期，一群被称为晋商的人崛起了，他们靠着贩盐起家，后来又搞出了汇通天下的票号，这相当于古代的跨国银行。在那个年代，晋商就是大清朝的华尔街之狼，有钱了总不能天天请客户吃刀削面吧。为了商务宴请的牌面，晋商们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物流网络，开启了疯狂的食材代购模式。辽东的海参、江南的鲜笋、塞外的驼峰，全被运回了山西。太谷曹家、祁县乔家这些超级大户搞出了著名的88海碗宴、百鸟朝凤宴，一顿饭88道菜，16炒16烩，什么名贵吃什么。那个时候的山西高级定制菜融合了鲁菜的火候、粤菜的食材，再配上山西特有的陈醋提鲜，那排面连紫禁城里的皇上看了都得咽口水。可以说，在晋商的巅峰期，山西菜早就满级神装，傲视群雄了。但是命运给山西菜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随着大清朝的覆灭，晋商这个超级财团由于和封建朝廷深度绑定，直接被时代的车轮碾成了粉末。简单来说，就是金主爸爸破产了。紧接着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和1928年那场饿死几百万人的特大旱灾。在这个时代大崩盘中，山西菜遭遇了史诗级的版本削弱，饭都吃不饱了，谁还有心思去烩海参、炖熊掌？那些服务于晋商的高端酒楼纷纷倒闭，掌握着顶级融合菜手艺的大厨流落民间，甚至绝代。高端宴席的生态链被彻底切断，山西人的餐桌被迫从满汉全席一夕之间退回到了保命要紧的满碳全席。那些上得了台面的硬菜就这样被埋没在了历史的废墟里，只剩下一碗碗扎实的面条陪着山西人熬过苦难。那么到了今天，大家都有钱了，山西菜为什么还是打不进北上广深的顶级商圈？这就碰到了山西菜的最后一道死穴，它与现代餐饮资本的底层逻辑水火不容。现在的连锁餐饮靠什么赚钱？靠的是去厨师化和高标准化。川菜火锅一包底料走天下，有些炒菜甚至预制菜加热3分钟就能出锅。资本要的是千店一面，要的是翻台率。但你看看山西菜，它的灵魂全在那些无法被机器取代的手艺上。剔尖儿、剥鱼儿、削面，那是厨师站在热气腾腾的大锅前，用几十年的肌肉记忆一刀一刀削出来的。你让资本怎么投？把削面大爷装进预制菜的塑料袋里吗？更别提山西人视若珍宝的老陈醋，那种厚重浓烈的酸感是黄土高原独有的味觉密码。但对于习惯了清淡鲜甜的南方市场来说，这股味道极具排他性，很难被广泛收编。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楚云飞那句山西菜不入流时，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山西菜没有走向全国的高端局，不是因为它天生低级，而是因为它那套极度依赖人工手做的体系，拒绝向流水线妥协。它那股子浓烈的酸与醇香的面香，拒绝迎合所有人的舌头。
在这个外卖全是一个味道，商场负一层全被料理包占领的时代，山西菜就像一个固执的老头，他守着黄土高原的案板，拒绝被资本同化，拒绝用科技与狠活去糊弄食客。不入流这3个字儿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成了工业时代下山西菜最骄傲的勋章。你吃过最让你难忘的山西美食是什么？或者在你心里还有哪些菜系也这样固执又好吃？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敢相信老人仅靠竹子皮收入过100万，更是带领村民将竹皮送出国门，拿下爱马仕1个亿的订单。71岁的张德明是瓷胎竹编的非遗传承人，一根小小的竹丝在他的编织下价值堪比黄金。瓷胎竹编的制作十分讲究，100斤原竹只抽丝8两，是四川青神县手艺人的一句俗语。而张德明的瓷胎竹编却只取竹皮第1层的竹篾，100斤原竹只抽丝4两，是他作为非遗传承人与他人的不同。瓷胎竹编始于清代，是只有皇室才能享用的贡品，曾经被我国当作国礼赠予50多个国家，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现如今，单单四川省一个青神县，瓷胎竹编一年总产值就高达30个亿。一件好的瓷胎竹编，竹子的品质最为重要的，要选择背阴靠山、柔韧性好、没有划痕的2年生瓷竹，只截取中间竹节最长的2到3节作为原料。采回来的瓷竹要趁着水分没有干掉之前刮清，得到颜色均匀的白竹胎，要一刀刮到尾，中途不能跳刀，否则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的刀痕，获得的竹丝也会在刀痕处断掉。再依照竹筒圆心分成等宽的竹片，接下来开始最难的工序，起片与分丝。用刮刀将竹篾刮至薄透均匀，再将刮好的篾片按在云刀上抽出细丝。通常1厘米宽的篾片可以分出2到48根丝不等，每根竹丝仅有 0.15毫米到 0.5毫米的宽度，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曾经张德明与爱马仕的一次合作中，因为沟通失误，错将 0.43毫米的竹丝用成了 0.45毫米，这 0.02毫米的误差，老外几乎没人看得出来，而张德明却冒着20多万的损失，执意主动追回重做。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张德明对手艺完美的执着追求。瓷胎竹编除了竹丝，选用景德镇顶级的高白泥手工做白瓷，然后将细软的竹丝紧贴着瓷身编织，让根根竹丝一胎成型，紧贴瓷面，所有接头之处都做到藏而不露，宛如天然生成，浑然一体。中国的奢侈品从来都不是因为品牌，而是匠人们以最高执着对待每一个细节，每一项工作，利用艺术赋予物品生命和灵魂，所以他们生来就很奢侈。要么收下5000万，要么脑袋搬家，电视剧都不敢演的情节，这个男人却习以为常。唐帅是中国第1手语律师，他9年来为近10万聋哑人维权，而就是因为他正义的行为，却受到了生命的威胁。2016年，他在一名女孩的笔录上看到这样一行字：我偷了一部金色苹果手机。但是当唐帅询问女孩时，女孩一脸的焦急，手指不停地比划着我没偷，我没偷。于是唐帅通过监控翻看了整个审讯过程，他惊讶地发现，负责翻译手语的人根本看不懂女孩的意思，却虚构了女孩盗窃的整个过程。但是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我国90%聋哑人学习的都是方言手语，而司法机关聘请的手语翻译学的却是普通话手语，他们的差别就像普通话和闽南语那么大，就如鸡同鸭讲，根本理解不通。尽管漏洞百出，但为了不丢掉饭碗，手语翻译员有恃无恐，吃准了聋哑人无法发声的苦楚，他们虚构过程，坐实罪情，更有甚者趁机敲诈勒索，给钱就能减轻罪责，甚至喊价6000块判3年，12000块判1年。全国有2700万聋哑人，听懂他们手语的律师竟是0。聋哑人有苦也说不出，他们孤立无援，求助无门。因为唐帅的父母就是聋哑人，他深知聋哑人无法发声的痛苦。唐帅在了解事情经过后，他气愤地将实情告诉了警方，并把对方送进了监狱。在此之后，唐帅为了可以和聋哑人正常交流沟通，他花了6年的时间跑遍全国，学习各种方言的手语，全年无休，经手案子无数，1分不赚，还倒贴抵押房产，免费为他们鸣冤。他倾其所有，只为将正义的声音带到每个无声的角落。2017年，他在处理引诱聋哑人入传销的案件时，有人放出风声，要花5000万买唐帅的命。这
之后无数个夜晚，唐帅不敢睡觉，菜刀放在身侧，但在黎明来临时，他又会爬起来继续为聋哑人发声。但以一人之力难帮千万人，唐帅免费为聋哑人大学生普及法律知识，让更多人帮助这个弱势群体。谭婷是唐帅的首批学生，经过3年多的学习，谭婷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一名正式律师。聋人自然更懂聋人。谭婷为了帮助更多人，重新开始学习说话。耳朵听不到，周围有很多人觉得我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当个家人。我的经历可以让更多聋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聋人也是可以学习法律知识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聋哑人发声，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他们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不用火不插电，一杯冷水就能吃上热腾腾的火锅和米饭，这玩意儿曾经可是学生宿舍必囤、高铁必带的懒人续命神器，创造过10分钟卖出500万桶、年销量近10亿的神话。但如今呢，它的销量暴跌到了可怜的17%，成了超市货架上无人问津的积灰常客。从资本眼里的百亿风口，到现在的速食弃子，自热食品到底做错了什么？时间拨回2015年前后，正好赶上懒人经济兴起，自热火锅顶着创新食品的光环横空出世，不用插电，没有明火，一包发热剂就能搞定一顿热饭，这简直完美解决了年轻人的吃饭痛点。当时各大明星网红疯狂种草，在年轻人里掀起了一股不吃就 out 了的潮流。到了2017年双11，它全网销量突破450万份，风头连传统方便面都盖过去了。而它真正的巅峰是在2020年，特殊时期大家出不了门，又想吃顿热乎的，自热食品完美踩中了这个刚需，市场规模直接冲破100亿大关。风口一来，海底捞、3只松鼠疯狂加码，那时候超市里的自热食品专区能占满半面墙，大家仿佛不囤上几箱回家，心里就不踏实。但是资本的狂欢掩盖不了产品本身的硬伤。当热潮退去，劝退咱们的第一棍子就敲在它那万年不进步的口感上。吃过的都知道，那自热米饭永远逃不开夹生或软烂，毫无大米原本的香气。所谓的肉包，咬下去全是淀粉感。脱水蔬菜泡开后，软塌塌的，毫无嚼劲。厂家没辙，为了掩盖食材的拉胯，只能猛加齁咸齁辣的重口味底料来刺激你的味蕾。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要吐槽了，难吃就算了，它还贵呀！刚出来那会儿，20块钱吃顿火锅觉得挺值，现在市面上稍微带点肉的牌子货，单价直逼40块，就连最基础的米饭也要15到20。咱们算笔账啊，同样20块钱，你在外卖平台上点一荤一素、带汤带水现炒的快餐，不香吗？30块钱能吃个食材新鲜的单人小火锅了。论口感被现做秒杀，论价格又被外卖降维打击，妥妥的智商税嘛。不过贵和难吃还不足以让一个100亿产业崩得这么快。自热食品跌下神坛最核心的原因是让它赖以生存的刚需场景彻底消失了。我们得知道，自热食品的核心卖点从来不是好吃，而是它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长途绿皮火车、限电的大学宿舍、荒野露营，这些没法开火、点不到外卖的时候，才是它的生存根基。但现实社会却给了它一记闷棍，时代变了。如今高铁座位上扫个码就能点外卖，大学宿舍里几10块的平价小电锅人手一个，自己煮碗面都比它强。露营热也退潮了，真愿意背着沉重自热包进山的人寥寥无几。当只能吃它的限制被打破，它立马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除此之外，它那挥之不去的安全隐患和可能含有科技与狠活的底色，更是让年轻人直接把它拉黑。发热包一碰水，瞬间飙到150摄氏度以上，不仅容易烫伤，释放的氢气连高铁飞机都嫌弃，直接下达了逐客令。更别提行业里疯狂内卷，9块9包邮的小作坊，用劣质食材和不合格的发热包来糊弄事儿，发热包漏液，吃坏肚子，简直是家常便饭。最后我想说，自热食品的衰落其实就是残酷的市场规律。它吃到了特殊时期的红利，站上巅峰，却没有攒够留住咱们胃口的底气。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吃方便食品了，而是我们在进步。我们的要求早就和当初的能吃饱变成了现在的要吃好、要健康，还要有性价比。大浪淘沙，只有真正尊重咱们消费者胃口的产品，才能在时代的桌餐上长久地活下去。